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傅景渊白月光回国的这天，大半个圈子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正主回来了，我这个替身不得乖乖滚了。我确实滚了，只是滚的时候分走了傅景渊所有家产，转头为我的小狼狗新欢拍下价值上亿的豪宅。傅景渊闻言赶来，一拳砸在跟他有8分像的小狼狗身上，自恋又嘚瑟地看着我：“苏慈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就是忘不掉我，才找个赝品。”我好笑地看着他，不是他像你，而是你像他。3年的婚姻，傅景渊把我当成他的白月光替身，从未碰过我，但直到现在，他才知道他也是个替身。堂儿回来了，我们离婚吧。傅景渊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日子，我刚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。我将手指上水珠擦拭干净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好。傅景渊瞳孔缩了缩，半眯的眸子对我的平静有几分不悦。你就没有其他话想对我说？那祝你跟温堂儿早生贵子，白头偕老。我可以发誓，这句话无任何虚假跟勉强，是发自内心祝福傅景渊终于得偿所愿。傅景渊脸色阴沉，他扣住了我的手腕，脸上怒火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苏慈，你不要口是心非了，你明明很难过。我有几分无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傅景渊会觉得我应该难过，难道是因为这3年他把我当作他白月光替身，我还得感恩戴德，跪求他不要放弃我们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吗？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，跟他结婚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替身。如果我说难过能让你舒心，那我很难过。我微抬头颅，温情地看着他。这是我们婚姻的最后一天了，我愿意最后一次满足他这个小小愿望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傅景渊突然动怒，他愤怒将我刚做了饭菜全部扫在地上，摔门离开。我看着地上花了3小时精心准备饭菜被糟蹋，没有难过，只是觉得傅景渊的行为幼稚又可耻。浪费粮食是可耻的，还浪费了我炖了2小时的大猪肘子。我转身上楼，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好，离开的时候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别墅，眼里没有丝毫的留恋。我提着行李箱回到家，我那脾气倔强的老父亲依旧亲自守在铁门口，防贼般看着我：“你又回来做什么？你当年为了嫁给傅景渊那小子，连爸都不要了，我已经不认你这个女儿了。”我看着略微驼背的老父亲，突然发现自己很不孝。当年我爸是看不上傅景渊的，他不是嫌弃他穷，相反，我爸作为禁银商道多年的老企业家，一眼就看出傅景渊绝非池中物，有野心，有头脑，只要给他时间，他一定能够扶摇直上。但这种男人我驾驭不了。可我一意孤行，卖掉了小有名气的工作室，在跟傅景渊结婚的当天，我给了他我全部的身价500万。我爸说的没错，傅景渊这只缺少了机会，而我的500万给他这个机会。他创办的公司只用了3年就成功上市，市值超100亿。当然我也知道我爸暗中帮了不少，但爸是个小老头，顽固，脾气轴，死不承认，哪怕我带着功成名就的傅景渊回来，也被锁在门外。爸，你3年前说过，如果那天我离婚了，
家里的大门永远为我打开，这话还算数吗？我泪意朦胧的眸子看着他。离婚？我爸僵住，本就有些凶相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我离婚了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你要是再赶我走，我就要流落街头了。我爸听到这话，二话不说将铁门打开，攥着我的手，是不是傅景渊那小子欺负你了？你告诉爸，爸去收拾他。爸，是我腻了。那张脸，我看了3年，也是该腻了。我爸不相信，还有些吃味，你真是腻了。你对那小新的心意，我这个爸都比不上。我当着他的面拉黑删除了傅景渊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爸终于点了头，高兴地拉着喝了2两酒。只是我没想到傅景渊如此急不可耐，当晚搂着温堂儿出席晚会照片被爆出，恨不得告诉所有人他的白月光回来了。我爸以为我被绿了，带着人气势汹汹去了傅氏大楼。我赶来的时候，看着我爸被傅景渊推得步子踉跄，我没任何犹豫，冲上前，朝着傅景渊那张脸甩了一巴掌。我曾经最在意就是傅景渊的脸，为了那张脸，我替他挨了一刀。鲜红的血迹从腹部流出时，我看到傅景渊脸上的震惊跟无措。他将我抱起，那是他第一次抱我。我没有注意他抱我的姿势有多暧昧，我只是看着他紧绷的下颌线出了神。苏慈，你敢打我？傅景渊难以置信的话将我从记忆中拉回。我曾不止一次为他的脸痴迷，但现在看着他脸上的怒火，有几分好笑。傅景渊，你动了我爸，是你爸我先闹事。他眉心拧起，依旧高高在上。他无缘无故打了堂儿，我这才注意到他旁边站着的温堂儿。他垂着眸子，确实跟我有几分相似，脸颊有显眼的巴掌印，看那大小，我能确定是我爸的杰作。我爸脾气暴，但从来不打人，能让他动手，说明温堂儿处了我爸逆鳞，也就是我。我朝温堂儿走去，傅景渊如同惊弓之鸟，警惕看着我，是我要跟你离婚，跟堂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放屁！我爸爆粗口，你背着我女儿，跟她出轨，你这个渣东西！这是傅氏大门门口，门口围着不少看热闹的人。傅景渊脸色难看，我什么时候出轨？你让你爸这样污蔑我，他还打了堂儿。我冷漠看着他们，所以说你想怎么样？傅景渊从未见过苏慈如此冷漠的姿态，突兀闪过一抹心慌。苏小姐，景渊这些年把你当我替身，我知道你很委屈，所以我这巴掌就当为你的委屈买单。但我希望你爸能够向景渊道歉，我跟景渊是在你们离婚后在一起的，我不希望他骂名。温堂儿挺身而出，那宽容大度的姿态挺膈应人的。我看向我爸，爸，你为什么打他？他骂你不要脸，贴着脸当人替身，还说这3年他跟这渣东西一直联系，他从来没有爱过你。我爸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我宝贝女儿怎么能被骂？傅景渊身子一僵，看向温堂儿，你说的。温堂儿脸上闪过慌乱，景渊，我只说过苏慈小姐像我而已。傅景渊看着我，堂儿不会说谎，所以你觉得我爸说谎了？我笑了，转头看向我爸，爸，拿出来吧。我爸对着温堂儿喝了一声，我看过宫斗剧没有几10部，你这种小伎能骗我的，
我就让你看看谁是谁孙子。他掏出录音，你女儿就是个不要脸的赔钱货，贴着脸当我替身。景渊从来就没忘记我，这3年来，他一直跟我有联系。温堂儿脸色变了。我爸是个大老粗，但有录音习惯。我看着傅景渊，这就是你不会说谎的堂儿。说实话，我对傅景渊挺失望的。这失望不是来自于他相信温堂儿，不相信我，而是我没想到他眼光如此之差，看上的是个小白脸，而我还成了这小白脸的替身。傅景渊看着我，脸上嘲讽，透着怒火。那我也没有出轨。我勾起嘲讽：3天前，温堂儿回国，你们在酒店开了一间房吧？本来看看在他这张脸，我想给我们3年婚姻有个体面的结局，毕竟我们各取所需，他跟谁在一起，我其实不在意。小崽子！我爸冲上去，狠狠揍了他一拳。爸，我们走。我拉住我爸，突然发现他这张脸受伤，已经引不起我任何心疼了。从他跟温堂儿去酒店那一刻，他就不像他了。傅景渊公司陷入舆论危机跟经济危机时，我被闺蜜拉到单身酒吧。阿慈，你这招太厉害了，傅景渊这小白脸本来就是靠你起来的，现在离婚了，你收回所有资金，你爸也撤回投资，傅氏股票大跌。陆小妍握着手机，笑得一脸幸灾乐祸。我揉了揉眉心，刚喝的2杯路易13，酒劲有点大。阿慈，你闷闷不乐的，该不会还喜欢那渣男吧？陆小妍叉腰看着我，颇有你要是敢点头，我当场骂你个狗血淋头的壮志。我笑了笑，我都出来了，还不够有决心？这才对嘛！我们去跳舞，等会我给你喊10几个小奶狗，个个都比傅景渊那小白脸好。陆小妍攥着我去舞池，摇滚又热烈的音乐将气氛烘托到极致。或许刚才喝的酒有些上头，我随着音乐摇动着身姿，突然旁边戴着帽子的男人来到我身份，跟我对舞起来。不远处，傅景渊跟随几个朋友进来，有人惊呼：景渊，那舞池是不是你前妻呀？这舞姿态。傅景渊抬眸望去，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时，他眸底闪过诧异，随即是浓浓愤怒。他冲了上去，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攥了下来。苏慈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看着突然出现的傅景渊，莫名其妙，没眼睛吗？我在跳舞。傅景渊脸色一僵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用如此讽刺的话问候他吧。但我很不爽，跳正起劲，让人攥走，怎么会爽了？就因为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就这么自甘堕落？傅景渊手上的力道加重了几分。我撩了一下耳后的头发，傅景渊，你这是吃醋？我为什么要吃醋？喜欢我的人是你，爱我爱到没脸没皮的是你，你是故意在气我。傅景渊语气笃定，依旧高高在上。我轻笑一声，转头看向跟我炫舞的小帅哥，叫什么名字？夏衍。小帅哥声音清亮，是悦耳的少年音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他顺势将头颅低下，我看到他帽子下的半张脸，神色愣住。我叫夏衍。少年见我不说话，再次重复一遍，似有似无，将唇凑到我面前。鬼使神差间，我踮起脚尖吻了他的唇角。要做姐姐的男朋友吗？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手跟我十指相扣。我看向傅景渊，看到没？
我的新男朋友比你听话多了。苏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傅景渊脸色难看，我知道离婚对你打击很大，但是你不能自甘堕落。他冲上前，想要攥着我的手。砰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其他人都震惊了。我拍了拍手，看着被我过肩摔到地上的傅景渊，冷漠至极。傅景渊，需要我跟你说几遍？老娘看腻你这张脸，是我不要你了。下次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我阉了你！我朝他做了一刀切的动作，丝毫不理会傅景渊脸上错愕跟难以置信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手腕突然被人扣住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又想丢下我？身后传来夏衍略微委屈的声音。我回头，在灯光下，他流畅的下颌线越发明显，明显到我一眼入了迷。要跟姐姐回家？姐姐可不是好人，你这细皮嫩肉我挺馋的。酒后误事。当我再次醒来，看着自己身无寸缕，旁边夏衍只露出半个侧脸。我自知罪恶，慌乱找衣服离开时，发现自己的 bra 被压在某人身下。我轻轻扯，却惊动躺着人。他轻轻哼了一声，将正脸转过来。没有帽子的遮盖，那张完美到无任何的瑕疵的脸冲击到我的瞳孔中。我神色恍惚，手不由去抚摸他的眉眼。姐姐，你这是还要吗？低沉的嗓音透着丝丝阴哑。我猛地从难色中回过神来，板着脸，姐姐还没有这么饥不择食。可昨晚的姐姐很是凶猛，她攥着我的手，特别不要脸地将我的手放在昨晚被我抓的伤痕上，还透着几分恶人先告状的可怜。好疼的，我触电般将手抽回来。昨晚我们属于酒后误事，你放心吧，姐姐不会让你负责的。为什么要负责？我现在是你男朋友。他凑到我的眼前，我能清楚地数清楚他的睫毛有多少根，而那张脸不断冲击着我微弱的自制力。我看着他青涩的脸，略微思考问道：你多大？夏衍皱眉，难道姐姐觉得我不够大？我看着他的脸，最多也就20吧。夏衍不悦，我很大，姐姐难道昨晚没感受到？要不再让姐姐亲自感受一下。我脸红一红，这误会大了。我严肃说道：我是问你多大年纪。哦，他略微失望，我已经22了。果然是个弟弟啊。000，电话铃声响起，我回过神来，穿好衣服，给了他一张卡。姐姐有事要走了。我透着疲乏身子的回到家，就接到闺蜜轰炸的电话：阿慈，你火了？什么火？我十分不解。昨晚将傅景渊那渣渣过肩摔的视频被人传到网上去了。之前傅景渊那些恶心的朋友天天吹你多爱傅景渊，现在你这一摔，将傅景渊的面子都摔没了，哈哈哈的。陆小妍笑出鹅叫声。对了，昨晚跟那个小奶狗过得怎么样？春宵一刻了没？还不错。我脑袋不受控制想起昨晚零星的画面，那小鲜肉一看就是极品，而且我帮你打听好了，这个夏衍是个歌手，还在读大学，好好养，是个好苗子，男人还是自己养的香。陆小妍一脸的不正经。我思索了片刻，怎么养？这还不简单，这种小鲜肉抵不过富婆的诱惑，用钱砸得他对你死心塌地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我摸着下巴，想着明晚有个拍卖会，
正好可以带她去看看。却突然想起我没有小男友的联系方式。小姐，楼下又找你的客人。这时，房间传来佣人的敲门声。我不解走了下去，就看到沙发上的夏衍。我爸热情地将我拉坐在夏衍旁边，慈慈，还不赶紧给爸介绍你的新男朋友？我脸红，看了一眼旁边规矩坐着的夏衍，你怎么跟我爸说的？我就告诉爸，我是你的男朋友。他一脸乖巧。我爸越看越满意，不错不错，小衍我很满意，你们抓紧谈，等你们谈好，爸给你们办个婚礼，绝对比那幸福的崽子大。我一声好强的爸，现在婚礼都攀比上了。这才认识1天啊，我刚想拒绝，夏衍先开口了，我们已经契合了，慈慈对我很满意。我满脸问号，我什么时候满意？但我爸已经兴奋上头，开始给我们挑选日子。第2天晚上，我带着夏衍来到拍卖会。他今天穿着黑色西装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有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。不过他头顶帽子并未取下。我走过去挽着他的手，入了座，刚坐下，就感受到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目光。苏慈，你追傅景渊追到这里了？还以为你真的忘记他了，之前都是故意想要引起傅景渊的注意吧？可惜傅景渊真正爱的是温堂儿。我看着在我面前跳的朱莉，扫了不远处坐着的傅景渊跟温堂儿。狗不要乱吠，会影响到心情。我淡淡说道。朱莉脸色难看。接下来就是拍卖会场景。我看向旁边的夏衍，你喜欢什么都可以举牌子，可是送人礼物不应该亲自拍下再给我吗？夏衍低头凑近来，紧绷的下颌线清晰可见。我严肃推开他，正经场合注意点。姐姐，我看你脸上有根睫毛。夏衍一脸无辜，姐姐，该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？我囧了囧。夏衍突然凑我耳边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垂处，回家亲。傅景渊看着这一幕，脸色难看的不行。就在这时，拍卖会端上了红宝石，颜色非常好看。温堂儿眼睛一亮，景渊，这红宝石真好看，你喜欢？我拍给你。傅景渊提高了音量，举起牌子。我看了一眼那红宝石，也没有觉得多好看。等反应过来，旁边的夏衍已经举起了牌子。你喜欢？夏衍点头。那拍。傅景渊看到夏衍举牌子，脸色沉了沉，不甘示弱地再次举起牌子。定价1000万的红宝石项链，价格冲到5000万。苏慈戴的男人这么有钱吗？不是那男人有钱，是苏慈有钱啊。当年傅景渊不也是苏慈给的钱吗？傅景渊再次举起了牌子，6000万。我阻止了夏衍的手，溢价太高了。乖，你要是喜欢红宝石，我家里有好多颗，比这个好，没必要花钱买。你不喜欢吗？你刚才多看了2眼。夏衍认真看着我，我买得起。我摇头，我只是觉得这红宝石跟这项链设计不搭，才多看一眼。夏衍停下了牌子，傅景渊拍下。接下来是一个豪宅。我想起了小妍说的话，这男朋友是个穷学生，还没住的地方。我举起了牌子，以1亿高价拍下。拍卖人员将别墅钥匙递过来时，我转手给了夏衍，送你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夏衍身上。
拍卖结束，我不顾众人的目光，牵着夏言准备离开时，傅景渊走了过来，他脸上盛满了怒火。苏慈，你到底要报复我到什么时候？让开！我神色冰冷，对于傅景渊的自恋又厌恶几分。傅景渊想攥我的手，但旁边的夏衍拦在我面前。你想对我女朋友做什么？你女朋友？傅景渊一拳砸在夏衍脸上，他的帽子掉落，露出那张不输于傅景渊的脸。所有人看着他的脸都愣住了，这两人的好像啊！我就说苏慈爱傅景渊爱得没脸没皮，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？这不找了替代品？傅景渊看夏衍的脸，眸底蓄着风暴以及愤怒。苏慈，你还有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你还是爱着我，所以才找了这个赝品。他脸上透着愤怒的得意。我轻笑一声，傅景渊，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喜欢只是你这张脸而已？傅景渊脸上闪过迷茫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朝他走近一步，意思就是你长得像他，你也是个赝品。傅景渊瞳孔一缩，我不再理会他的错愕跟难以置信，牵着我的小男友，无视所有的目光，径直离去。你们刚才听到没？苏慈居然说傅景渊也是赝品，该不会苏慈带过来的小男友才是正主？突然发现傅景渊有点惨，周围议论纷纷的话入了傅景渊的耳朵里，他猛地回过神来，眸子翻涌滔天怒火。景渊，我们滚开！傅景渊眸子猩红，挥开温堂儿的手，大步朝门口的苏慈追去。他不想自己是替代品，苏慈那么爱他，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，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？他肯定还在生他离婚的气。他追出门口时，正好看到我上了驾驶位。苏慈！傅景渊冲了过去，我冷眼扫了他一眼，在他愤怒的瞳孔中绝尘而去。你现在住哪？我看向旁边的小男朋友，发现他额外的安静，听到我的问话，才抬起那双如星耀般的眸子。思慈，我没地方住。可嗨！我一脸惊悚地看着他，你叫我什么？我现在是你男朋友，难道不能叫你慈慈？夏衍一脸认真地看着我，有点肉麻。我严肃道，我已经不是10几岁的少女，这么肉麻的称呼着实有些别扭。夏衍凑到我面前，可是我就觉得慈慈好听，也不准备换的。小男友好像有些得寸进尺，但看着他这张帅脸，我实在抗拒不了。我只好转移话题道，那正好，新房子你可以住，别墅这么大，我会害怕的。看着我略微委屈，如果慈慈跟我一起，我就不害怕。我爸不让我在外过夜。我一阵正经拒绝。话刚落，我的手机就响起了，我用蓝牙接起，你不用回来，跟夏衍过2人时间，世界知道吗？你回来我不会给你开门的，就这样的。这是我亲爸。我看向夏衍，你什么时候跟我爸勾搭在一起了？你说爸，不然你在外过夜，所以我就问了一下。夏衍一脸无辜，你是我爸，还不是你爸？我对于他的热情有几分不适用，现在小男生不应该还害羞马的吗？这么大胆。我开车来到刚拍下的豪宅，看着豪宅后面大庄园，1个亿还是挺值的。就是住宅搁浅有些时间了，家具都蒙上一层灰，没法住人的。
我们还找别的地方，这里暂时不能住人。我带着小男友离开，回到了我3年前买的小公寓。虽然这3年来没有住人，但一直安排保洁上门清理。整个房子的布置3年前没有办法。此，这是我们的家。夏衍似乎很高兴，一进门就拿起门口蓝色拖鞋床上，不忘将红色拖鞋放在我的面前。这是我的家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脸色严肃。我并不认为我跟夏衍能走到最后一步，但看着那张脸，我还是有些无法忽视的心动。夏衍看着我，他这次没有强说，只是低低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慈，我会让你认可我的。”他嗓音清朗，透着少年的执念。我神色恍然了一下，便很快回过神来，想起另外重要的事情。你的衣物是不是要买？已经在路上了。这副主人的姿态，委实让我不知该说什么。他朝我眨了眨眼睛。晚上，我刚从浴室出来，就看到本该在客房的夏衍，穿着松松垮垮的浴袍站在我门口，他的发梢还滴着水珠，颇为可怜看着我。那床我睡不惯。怎么我这张床你能睡惯？我调侃说道。夏衍一本正经，试试就知道了。说完，便不管我诧异的眼神，径直躺在我床上，颇为认真地告诉我，我睡得惯。我严肃着脸走过去，看着少年精致的五官，不由得出了神。慈，是喜欢我这张脸，还是你前夫的脸？夏衍抬起眸子，视线跟我在空中交汇。我略微思考，说道：“你不介意你自己长得跟我前夫像？”夏衍眸光动了动，难道不是他长得跟我像吗？你也说他是赝品的。我微愣，看着他的脸，总觉得他像是知道了什么。我敛下眸子，思绪飘得有些远，脑海里模糊想起一个人的记忆。只是我还未失神多久，手腕就被人扣住，下一秒我带到清冽的怀抱里。夏衍低哑的声线在我耳边响起：“慈，不要想他了好不好？”我不知道这个他是指我的前夫，还是说另外一个人。我很快迷失在他灼热的情愫里。次日，我醒来的时，旁边已经没有人了。等我从卧室出来时，正好看到夏衍端着早餐出来。他身上系着我3年前买的皮卡丘围裙，看向我时，眼睛里像是有星星。慈，过来吃早餐。我走了过去，咬了一口三明治，味道出奇的好吃。我又加了一个小笼包，也很好吃。看来小男友厨艺非凡，毕竟我嘴挑。好吃吗？我毫不吝啬朝他竖起大拇指，好吃。他笑得更开心了。以后我天天给你做，你只要负责吃就好，不要洗碗。我歪了一下头。他走过来，捧着我的脸，在我的唇角亲了一下，像这样给我奖励就好。弟弟太会撩。我心跳可耻地加速了几秒。我十分正经地推开他，昨晚没喂饱你，难道不是姐姐没坚持住吗？夏衍笑里透着几分揶揄。想到昨晚我缴械投降的姿态，莫名有了几分窘迫。咚咚咚，这时敲门声响起。我冷静走去开门，看到门口站着的人时，我神色冷了下来。你来做什么？把昨天的话给我解释清楚。傅景渊昨晚估计被我的话气得不轻，眼底有淡淡青涩，显然没有睡好。我慵懒说道：允许你把我当替身，
就不允许我把你当替身了。傅景渊脸色更加难看。如果不是知道他还不至于没品到打女人，我都怀疑他会冲过来揍我。毕竟我从未见过如此愤怒，甚至还能感受到他身上的一丝丝难过。苏慈，你还骗我！我调查了，在那次酒吧之前，你跟夏衍根本就不认识，要是替身，也是他替了我。傅景渊眼尾染上了一抹红，仿佛为了加深他的话，他将自己调查出来的资料递了过来。我都调查了，你们以前连面都没有见过。我倒是没想到傅景渊会气成这样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我笑得很轻。傅景渊，我说过，是你长得像他，但不代表你是他的替身。傅景渊瞳孔一缩，伸手扣住了我的手腕。那他是谁？慈慈，谁来了？夏衍走了出来，看到门口的傅景渊时，自然又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膀。傅先生，你跑我家做什么？你家？傅景渊看到夏衍，脸上的怒火更加旺盛了。你们住在一起了？我抽回了自己的手。傅景渊，你还没有明白吗？我跟你已经离婚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现在我才是慈慈的男朋友。夏衍宣誓看着傅景渊，我顺势窝在他怀里。傅先生，请你离开。傅景渊看着我们，什么都在说，转身走了。晚上，陆小妍给我轰炸了10几个电话，我只好出门去了他约定的酒吧。阿慈，你是不是醉死在温柔乡了？我都喊不出来你。陆小妍调侃地看着我，我嘴角抽了抽。我要是醉死了，你能见到我？我要是不给你电话，你能出来？陆小妍不甘示弱，而且你在拍卖会上壮举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为了你的小男友豪掷千金。你是不知道，现在都在羡慕你的小男友。我笑了笑，我不差那点钱。陆小妍朝我竖起大拇指，是不是你的小男友对你死心塌地了？昨晚他有没有好好表现，让你欲罢不能？可嗨嗨！我被他最后4个字呛到了。阿慈，你不要害羞，我们多年的姐妹了，我还会笑话你不成？陆小妍朝我挤眉弄眼，我板着脸，你觉得我是贪图男色的吗？是，你是。陆小妍说的斩钉截铁。干！这有意的小船已经翻了。阿慈，你不要别试图骗我了，你脖子上的草莓我都看到了，一看你们昨晚男女的比划运动激烈不已。陆小妍发出羡慕的光。我下意识捂着脖子，轻咳一声，也没有很激烈。陆小妍凑了过去，一脸好奇。不过阿慈，你跟你小男友以前就认识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没道理你认识的小弟弟，我不认识啊。谁跟你说我跟他以前认识？我不解。他跟傅景渊长得这么像，你说还说傅景渊是他的替身，你们以前不认识，怎么可能？陆小妍严肃得很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藏小秘密了？我揉了揉眉心，傅景渊不是夏衍的替身，我只说傅景渊也是赝品而已。耶！陆小妍抓到关键词，该不会这2个这都是赝品吧？阿慈，你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，没有告诉我？陆小妍攥着我的手，我思绪飘远，脑海想起那张清风朗月的脸，哪怕过去3年了，我的心脏处还会传来一阵抽疼。阿慈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呀！陆小妍见我脸色惨白，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挤出一抹笑，
端起桌上的白地蓝喝了一杯，混合着酒精味液体入喉，将短暂的心悸压了下去。苏慈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回头便看到了温堂儿，她穿着白色连衣裙，长头发放在耳后，看到我望过去时，自信又从容地说道：“我听说景渊去找过你。”“有事。”我轻轻地扫了一眼她的眉眼。温堂儿走过来：“我想跟你单独聊几句，可以吗？”“不可以。”我简单直白地拒绝。陆小言看到温堂儿时，就竖起倒刺，讽刺道：“听到没有？我家阿慈不想跟你单独聊，赶紧滚！”温堂儿脸色白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过来。他走到我耳边，极轻地说了一个名字：“顾怀安。”我神色愣住，眸子透着冰冷的暗光。“苏小姐，现在我们可以单独聊聊了吗？”温堂儿落落大方，嘴角勾起弧度，像是笃定我这次会答应。我确实答应了。我不知道为何温堂儿能知道顾怀安的存在，但他有勇气站在我面前，相比知道的不少。他从卡座上下来，想要看看他大费周章扒出顾怀安是跟我聊什么。“说吧，你想跟聊什么？”我跟着温堂儿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里，我依靠在墙上，静静看着他。温堂儿笑得温柔：“我要景渊结婚了，想让我恭喜你。”我脸上的神色并不算友好，如果他不对我说出来顾怀安，我倒是愿意祝福他们。我要你离开这里，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景渊面前。温堂儿神色认真，他只要想到傅景渊为了他买醉，还抱着他喊苏慈的名字，他内心像是被火烧一般。他太了解傅景渊了，他们中间隔了3年，他已经从傅景渊身上感受到当初的爱意，就连当初喜欢也不过是一场阴差阳错。温堂儿紧了紧手掌，再次说道：“苏慈，你应该不想让人知道你跟顾怀安的过去吧？虽然你让人消除了他所有的信息，但我能会知道这个名字，就能知道你们所有过往。”他语气笃定得很。我的四肢泛起了凉意，从他的眸子中看到了挑衅。“温堂儿，你是在威胁我？”我攥着掌心，冒出了冷汗。温堂儿笑得更加从容：“苏慈，既然你都已经景渊离婚了，那就应该远离他的深生活。我不想我们的婚姻因为你有什么变化。而且我知道你是学设计的，你完全可以出国，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温堂儿不再过多纠缠：“苏慈，我只给你7天的事情，如果你不走，我就将顾怀安公布出来。你应该不想让他再次替你承受骂名吧？”温堂儿离开了。我依靠在墙壁上，温热的泪水顺着脸颊滴落的，直到面前笼罩着高大的身影，带着凉意的手指抚摸我的眼角。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到了那张棱角分明的脸。“顾怀安。”我轻轻喃喃道。男人身子僵了一下，那落在我的脸上眸光极其强势。我不受控制朝他逼近，手轻轻摸上他的脸颊。“顾怀安，我好想你。”“思慈，我不是顾怀安。”下眼的眸光透着极致的暗光，他捧着我的脸：“你忘了他，看看我好不好？”我摇头：“忘不了，我怎么能忘记他？我不能忘记他。”“会让你忘记他的，会的。”下眼高大的身影朝我压来，灼热的气息顷刻间将我包裹住。我如同沙滩上失去水的鱼，完全被人掌握了。
我头疼欲裂地醒来，看到夏衍放大俊脸。醒了，他眸光灼灼地看着我。我大脑呆滞了1秒，随即关于昨晚的记忆涌入脑海。我穿好衣服出来，就看到桌上摆好了早餐。我安静了吃了一顿早餐，才看向对面的夏衍。夏衍，我们分手吧。夏衍刚夹了一个小笼包放在我碗里，闻言抬眸，呲，是不是今天的早餐不好好吃？你想吃什么？我下次给你做。夏衍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这卡有100万，当做我们的分手费的。我将一张开放在他面前。我知道自己的自私，甚至在逃避，但我必须面对温堂儿说的话。我不想拿我跟顾怀安的过去来冒险。我转身朝门口走去，手放到门把手上，手腕就被人扣住。我是不是在你心里有点分量都没有？是不是你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我有几分哑然，但不想耽误他。夏衍，你还年轻，有很多年前的小女孩会喜欢你，可我只喜欢你。他一字一句道。那张脸冷峻的五官，因为眸光变得有些不同。相对于傅景渊，夏衍的五官更肖想顾怀安，但不知为何，此刻的他却能让他清晰辨知，这是夏衍，不是顾怀安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不喜欢你的。我微微将眸光错开，我承认这些人被聊得有些心动，但他并不耽误他遇到更好的人。夏衍手劲变大，我微微皱眉，你弄疼我了。他赶紧松开我的手，看到我手腕被他捏红的印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。他慌乱去药箱，等他找来时，我已经离开了。我漫无目的走在街上，脑海里不受控制地想起了很多记忆，直到我在商场的大屏幕上看到了傅景渊跟温堂儿的婚讯，正好是1个星期后。所以温堂儿如此急迫让我离开，是怕我搅乱他的婚礼吗？我竟觉得有些好笑。我回了家，我爸正在下棋，看到我回来时，立即朝我身后不停地往小夏了，你怎么不把小夏带回来？他上次还答应陪我下棋。爸，我跟他分手了。我小声说道。我不知道我爸为何如此喜欢夏衍，才见过1次面吧，而且他对傅景渊的厌恶丝毫没有影响到对夏衍都喜欢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爸瞪大了眼睛，是小夏提的还是你提的？你是想气死你爸我吗？傅家那小崽子就要2婚了，你现在居然还跟小夏分手，我不同意。你给小夏电话，立即复合。你们结婚的日子我都定好了，就在这个月的18号。傅景渊的婚礼是在19号。我爸的胜负欲又在作祟了。爸，我跟他才认识多久了，怎么可能就结婚？而且他大学都还没毕业，还没到法定年龄。这嫩草也不是这样吃的。小夏跟我说了，他今年就毕业了，而且17号刚满22岁，正好可以领证了。我无情拒绝了老父亲提议，回到房间。晚上，我刚从浴室出来，就看到大摇大摆坐在我床上的夏衍的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夏衍无辜眨眼，爸，放我进来的。这一刻，我都怀疑我不是我爸的亲闺女，不然怎么随便把刚分手的前男友放进我房间？你先出去。我严肃着脸，想到自己只穿了一件睡裙，里面是真空，想想都觉得羞耻。夏衍没有丝毫要避讳的意思，
他走到我面前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不同意分手。分手只需要一方同意就可吧。夏衍自顾走了过来，掏出手机，很快手机播放一则录音，只要你不同意分手，我绝不分手。我瞪大了眼睛，我什么说过这样的话？声音是他的没错，但为何他一点记忆都没有？夏衍嘴角微挑，你第一次说的，你不会辜负我，我才给你的。可嗨，我剧烈咳嗽起来，他肯定醉酒那晚被他哄骗的。我不记得了，那就不作数。我严肃正经，所以你是吃干抹净不负责，是渣女的行为。他委屈地看着我，我脸上闪过一抹心虚，你情我愿，这是成人的世界。可是我不愿意分手啊。夏衍说得认真，我不想跟他争执下去，我带去客房。爸说让我住这里。好，那你住这里，我可客房。我从衣柜里拿出外套披上，出了门。我本想任何人都不好意思让主人去谁客房吧，但我低估了夏衍的厚脸皮，他当真在我的床上睡了一晚，然后又十分厚脸皮的带着跟在我爸后面，屁颠哄着我爸，就差认他当亲儿子了。所以你逃到我这里来了？陆小言打趣地看着我，我叹口气说道，我想去国外进修几年。什么？陆小言跳了起来，你怎么突然要去国外进修啊？我撑着下巴，你也知道，我3年前把工作室卖掉了，我准备重新开起来，但是你知道，我已经有3年没有设计出任何东西，总得先去学习。陆小言皱眉看着我，阿慈，以你的天分，哪怕3年不动笔，也没有什么问题呀。而且你不喜欢国外的饮食吗？怎么突然要去国外？你该不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我能瞒着你什么？刚离婚，正好出去散散心。可是你舍得你的小奶狗？我神色微顿，淡淡说道，我跟他分手了。陆小言震惊看着我，你不是真的吧？我看挺喜欢他的。接下来几天，夏衍像个小尾巴跟着我，我赶不走，任由他了。慈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。夏衍认真看着我，他那双眼睛透着星光，我的心跳动了一下，想着明天就要去国外了，就满足他这个小小的愿望吧。自己我没想到他带我来的地方居然是婚纱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不解地看着他。夏衍一脸神秘，秘密，等会你就知道了。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说完他便离开了。我无聊在店里闲逛，无意间跟不远处来拍婚纱照的准新郎目光对上。他朝我走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对于他质问的口吻十分不悦，傅先生，允许你带着未婚妻来试婚纱，就不允许我过来。傅景渊脸色僵了僵，半晌才说道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给堂儿你跟温堂儿的事情，我不感兴趣。我露齿一笑，说完便准备离开，只是没走几步就被傅景渊扣住的手腕。苏慈，你当真一点都不介意我跟其他人结婚？他语气压制着怒火。我回头，我为什么要介意？不要觉得自己的多委屈，我也被你当了3年替身不是，只是我挺不能理解的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温堂儿，当初为何不愿意去国外找他？我是真的好奇，如果真的足够爱一个人，为何要空出这3年的时间？
我跟唐儿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必须娶她，但不是因为爱。我被他的话愣住了。傅景渊什么意思？你呢？傅景渊固执地看着，你为何把当我替身？那个人真的存在吗？这些天他陷入痛苦中，他以为自己不爱苏慈，但当看到他跟别人在一起时，他才恍然明白自己的心意。但他答应过唐儿要娶她，他救过她，可为何当年让他心动的小女孩再次遇见时，他脑海想到只有苏慈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想抽回自己的手。傅景渊脸上涌出怒火。所以你喜欢那个人？既然你喜欢那个人，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眸子一冷，我跟他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要摆着受害者的姿态质问我。既然你选择温唐儿，就好好想想他。大概是我冷漠的态度刺激到了他，他手劲更加用力。苏慈，我跟唐儿。景渊，你们在聊什么？这时，穿着婚纱的温唐儿走了过来。我甩开傅景渊的手，没什么，管好你未婚夫。温唐儿看着我离开的背影，眸子闪过一抹狠光。我本想直接离开的，但想到夏衍殷切的眸子，去了另一边等他。刚坐下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，没有署名，但从内容就可以看出是温唐儿发来的，警告他明天是最后一天了。我懒得回。苏小姐，夏先生想说想看你穿婚纱的样子，你愿意满足他这个愿望吗？我皱眉，刚想拒绝，夏衍的电话打来了。慈慈，你不是想跟我分手？你要是愿意为了穿一次婚纱，我就答应你。我想了想，挺划算的，只是之前不肯接受分手夏衍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也许这些天的新鲜感褪去了吧。我忽视内心生出失落，跟着工作人员去了试衣间。因为是惊喜，所以我全程蒙着眼睛，被穿上那件婚纱，然后带到了镜子面前。慈慈，耳边响起夏衍温柔的声音，随即蒙着我眼睛的不扯开。我看到镜子前的自己，那袭白色婚纱衬托着我美轮美奂，而我的脸色慢慢冷了下来。夏衍，谁让你动我的东西？我声音极冷，冷到眼神中透着一丝丝怨恨。夏衍脸上的笑容僵住。慈慈，我以为你会喜欢这。夏衍，我们彻底结束了。我走到试衣间，将身上的婚纱脱下，小心翼翼装进了袋子。这是我20岁给自己设计的婚纱，但它太重了，重到我现在都无法承担。顾怀安离开1个月后，我躺在异国的床上，接到了陆小妍的电话。阿慈啊，你真的太狠了，你爸被你的气的，公开说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了。我叹口气，我爸就这样，你放心吧，他就是说说而已，他最疼我这个女儿了。那夏衍了？我神色愣住，自从婚纱店的事情后，我便跟他没有了任何联系，他把我的所有方式都拉黑了。相比对我已经生恨了吧。阿慈，我在夏衍的朋友圈看到他晒了一个女孩子的照片，可能是他的新女友。我手指泛凉，轻声说道，那挺好的。你真的不在意？好吧，照片发我一下。你不是不在意吗？看个照片而已，跟在不在意没关系。我脸皮厚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便收到陆小妍发来的照片。照片上女孩很好看，笑起来非常阳光，想来跟夏衍一般大，
看起来非常般配。可为何我会有些难过？我放下手机，想让自己睡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迷迷糊糊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接起电话：“阿慈，你赶紧回来，你爸出车祸了。”我以最快速度赶到医院，却跟门口的夏衍撞上。他从身边走过，把我当成陌生人。我内心叹口气，去医生那里了解情况，好在不是很重要，抢救及时，只是接下来的1个月都需要卧床休息。我回到病房看望我爸，不出意外，我被赶了出来。正当我要不要死皮赖脸地闯进去时，走廊上无数道眸光落在我的身上，还有哪些隐晦的议论声，就是他。新闻上死的那男的，就是为了他死的。那男的死得好惨，还是被好几个男的那个啥了。这女的心太毒了，扔下救她的人，自己跑了。要是她去报警，那男的怎么会死得这么惨？你说的那男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叫什么顾怀安？我大脑嗡嗡作响，直接冲到一个人面前。你们在说谁的？大概我的样子太恐怖了，周围的人都吓跑了。我颤抖地将手机打开，看到铺天盖地顾怀安的新闻，甚至他当年死的样子也被爆了出来。我死死咬着唇，身子一晃，朝后倒去。突然一双有力臂弯接住了我，嘶嘶，那声音耳熟又担忧，是我陷入昏迷后最后听到的声音。我做梦了，梦见我跟顾怀安过往。那时我才上大学，因为从小被当成公主养，我活得肆意明朗。在一个颇有诗意的清吧，遇到当时正在唱歌的顾怀安。他有一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，不管是情歌还伤感的歌，都唱得特别好听。那之后，我经常来这听他唱歌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认识。只知道他居然是隔壁的学长，来清吧驻场只是兼职。我们一群人很快混熟，经常一起出来玩。顾怀安很温柔，是那种只对我一个人的温柔，但那时的我并未看出他的心意，也从未对他生出过男女之情。如果不是后来我被几个流氓调戏，顾怀安为了救我，不但丢了自己的命，还丢了清白。我那天是去找人救他，但那天好晚，我不停喊，不停跑，但都遇不到人。我的手机早就被那些混混踩碎了。可我终于找人过来时，顾怀安像尸体躺在血泊中，而那些畜生逃了。我从来没有像那么一刻憎恨自己，我宁愿用自己的命换回他的。可他还帮我擦拭眼泪，让我好好活下去，说下辈子要好好遇到我。他的体温慢慢在我怀里冷却，我哭得歇斯底里。当仍旧无法挽留他的生命，哪怕后来我亲手将那个畜生送到牢里，也无法改变顾怀安的结局。慈慈，你别哭。耳边温柔的声音将我梦中唤醒。我的手枕头被泪水打湿，我看着夏衍，他脸上是毫不掩饰担忧。其实夏衍跟顾怀安五官并不像，但他们都有一灿若星辰的眸子，只一眼就让人永远忘不了。我掀开被子从床上起来，但被夏衍拦住了。网上的新闻已经撤下了，你别担心。我神色愣住，快速掏出手机，刚才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消失了，甚至连顾怀安3个字搜索词都查不到。你做的？我愣愣看着夏衍。夏衍点头，握着我冰冷的手，我在的，你安心休息。
虽然网上的新闻消失了，但我的心还是无法平静。他找到了温堂儿，网上的事情是不是你放出来的？温堂儿否认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啪！我给他一巴掌，将一叠照片甩在他的脸上，眸光冰冷至极。温堂儿，如果你大方承认，我倒是还能佩服你几分。温堂儿脸色微变，随即朝我露出挑衅的笑。苏慈，是我又怎样？我只是把你埋藏的事实抖出来而已，你又能怎样？他伸手拨了耳朵的碎发，无名指上钻戒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。我勾唇一笑，你是不是以为找你没有一点准备？杜丽丽。温堂儿听到我说的名字，脸色煞白。苏慈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正要知道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跟顾怀安的事情？因为你是杜海的亲妹妹。杜海就是当年想要欺负我的混混头头，也是害死顾怀安的元凶。从温堂儿找到我，我就开始调查当年的事情，知道的人根本没人会说出去。而我也终于查到，杜海还有一个妹妹，两人感情很好，只是他没想到，那个人的妹妹居然是傅景渊的白月光，而他现在踩着我的底线在做事。我朝他逼近，温堂儿慌乱后退，音量都不由拔高了些。你哪有怎么样？那也是我哥哥罪行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有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嘴角冷意越发深刻。温堂儿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当年我不认识你，为何你要指使你哥哥对我施暴？温堂儿瞳孔缩了缩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没有指使我哥哥。不过我现在知道。我不紧不慢，丝毫不理会他脸上的崩溃跟害怕，因为傅景渊。温堂儿攥着掌心，脸上的慌乱再也掩饰不住。苏慈，我听不懂你在什么。说完，转身来开。我怎么会让他轻易离开？我扣住他的手腕，对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说道：你才是我的替身。傅景渊娶你是以为当年你救了他，但当年救他的人是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突然传来傅景渊声音。我并未约他，我看向傅景渊，再看向怀里的温堂儿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嘴角的笑意更大。傅景渊，我15岁在天河湖救得是你，这是你当时塞我的手里的东西。我将玉坠怀里扔到他怀里。当年将人捞起来后，就去喊人，当回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见了。他想着应该有人就走了，就忘记了这件事。但是他调查温堂儿的时候，不想扯这件陈年往事。傅景渊，你要是不信，自己去查，好好看清楚你怀里的白月光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说完便离开。我相信这件真相公布，温堂儿会失去她现在拥有的一切。1个月后，我听陆小言八卦到傅景渊跟温堂儿离婚了，我有点都不意外。老婆，你在想什么？耳边下眼的话让我耳根发烫。我轻推了他一把，你叫我什么？你都还没有向我求婚。夏衍立即单膝跪地，从怀里掏出一枚戒指。慈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看到他眼里紧张以及真诚，我眼眶发烫，点了点头。全剧终。